大雄一家竟然入住了德国城堡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天，大雄爸妈在讨论学区房的事，大雄听不懂这么深奥的对话，他问哆啦 A 梦有没有像梦一样的住所呢？哆啦 A 梦不假思索地回答他，可以去德国买城堡啊，听起来很不错。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杂志上选城堡的样式。据说德国还存有15000座左右的城堡，其中有一个城堡只要1500万日元，大雄很想去看一看。于是他们就用任意门来到了远在德国的城堡，这里跟日本有8小时的时差，所以现在是晚上。城堡在深山里，非常大，门开着。他们想进去拜访一下城堡的主人，可偌大的城堡连个灯都没有，大雄有些担心这种城堡会不会出现幽灵。他话音刚落，哆啦 A 梦就被一尊白色的雕像吓了个机灵，紧接着又从转角处走出来一个金发女孩。哆啦 A 梦和大雄吓得趴在地上发抖。等哆啦 A 梦意识到这女孩并不是幽灵后，他突然飙起了德语。他告诉女孩他们是来买房子的。大雄人傻了，你什么时候学的德语？原来哆啦 A 梦是吃了翻译之弱。女孩叫做罗蒂，是这座城堡的主人，这里是她从逝世的父母手中继承来的，一直都没有人住，她住在别的地方，对这里很有感情，因此常常回来看看。即使这里充满了回忆，但税金太高，罗蒂不得不把城堡卖掉。随后罗蒂的叔叔来了，他是一名律师。罗蒂开玩笑说罗叔想掠夺他的财产，罗叔很无奈，传说这个城堡有幽灵出没，哪有人会看上这种城堡呢？说哆啦 A 梦他们可是专程从日本来的，然后带着他们到处参观了一下。墙上挂着的画像是罗蒂的祖先英里男爵，他在500年前建造了这座城堡。罗蒂表示，如果城堡里出来的幽灵真是祖先，他一定要跟对方打招呼。罗叔却说，祖先要是知道城堡即将被卖掉，一定会伤心的。罗蒂让哆啦 A 梦他们在这儿多住几天，他把钥匙都交给大雄后，就和罗叔一起离开了。大雄觉得机会难得，不如把爸爸妈妈也叫来。他们用任意门回了家，告诉爸爸妈妈，城堡很宽敞，还有很多房间，还会有当国王的感觉。大雄爸快要被大雄说服了，大雄妈却又将话题拉回现实。城堡附近有东西便宜的超市吗？哆啦 A 梦告诉他，只要有任意门，这些都不是事儿。于是他们就任意门带着爸爸妈妈去了城堡。大家各自选了一个房间住下了，房间有许多灰尘，大雄妈先打扫了起来。爸爸在赏月，但他觉得有点太安静了，所以决定再换一个房间住住看。大雄和哆啦 A 梦在庭院里玩着捉迷藏的游戏，哆啦 A 梦负责找，大雄负责藏。他想躲到一个绝对不会被找到的地方。大雄来到一陈列着许多铠甲的房间，大雄爸坐在庭院里休息。这时地下室传来滚滚浓烟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妈妈在打扫卫生。大雄妈让大雄爸把扫帚拿来，大雄爸不记得放在哪个房间了。紧接着就传来电话铃声，任意门还敞开着，是他们自己家的电话响了。爸爸赶紧过去接，结果是打错电话的。紧接着又有人过来收报纸费了。大雄爸连忙跑回城堡去找大雄妈拿钱，但城堡太大了，他找了好久也没找到。大雄穿了一身铠甲混在其中，哆啦 A 梦过来找了一圈没找到，大雄暗暗窃喜，看来隐藏得很成功。但很快全家人就陷入了混乱之中。大雄爸光顾着找妈妈拿钱，却忘了拿扫帚。这里灰尘很多，妈妈一直在打扫。大雄藏得太久，开始盼着哆啦 A 梦能早点找到他。最终大雄爸妈还是决定要回家了。这城堡太大了，他们不喜欢。大雄抱怨现在的家长也太没耐心了。然后他想到可以招待静香来玩，顺便叫上小夫和胖虎。小夫和胖虎很喜欢这个城堡，够大，适合他们撒欢。他们兴奋的这里看看那里瞧瞧，站在城堡楼顶俯瞰对面的小镇，就像在看玩具屋。这时罗蒂来了，他带来了食材，想给大家尝尝正宗的德国风味。大家开心的准备一起做美食，一起玩踩石块的游戏。静香发现这座城堡有个非常漂亮的塔，上面长满了花。罗蒂告诉他，那叫蔷薇塔，从山上流下来的水会被储存在那里。听说很久以前城堡到处都有池子和喷泉，那时候这里还被叫做泉水城堡呢。不过现在这里几乎没有泉水景观了。大家共同努力做出来的美食出炉了。大雄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德国的美食，真是超美味，里面每一种食材的味道都美妙地融合在了一起。罗蒂也觉得他们带来的铜锣烧很好吃。正当大家边吃边聊时，罗叔叫来罗蒂回去复习了，他明天还有考试呢。罗蒂下定决心，决定要当一名比罗叔出色的律师，所以就先离开回去看书了。静香他们也要回去了，说下次再来玩。
大雄觉得那个罗叔真扫兴，不过他依然要继续努力买下这座城堡，因为东西很好吃，罗蒂也很漂亮。晚上哆啦 A 梦和大雄准备睡觉了，但哆啦 A 梦总有一种想睡却又担心睡不踏实的感觉，这话让大雄顿时害怕起来。紧接着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大雄和哆啦 A 梦的汗毛立即竖了起来，仔细一听又像是木地板发出的吱呀吱呀声。大雄和哆啦 A 梦拿着手电互相依偎着过去查看情况，在走廊的尽头赫然出现了一根铠甲。之前这地方有铠甲吗？好像没有吧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铠甲就自己动了，挥剑追过来。大雄和哆啦 A 梦像兔子一样拔腿就跑，争先恐后的挤进了任意门。回到家中，两人惊魂未定，这下总算能喘口气了。另一边，罗蒂返回城堡跟那铠甲人对话，他猜铠甲人就是罗叔，为了不让城堡卖出去，就这样把买主吓跑。罗蒂让对方把铠甲脱了，但铠甲不为所动。罗蒂就想上前去帮他脱，对方不说话，反而扔了一支箭。罗蒂紧追在后面，铠甲一直往地下跑。罗蒂追着追着，发现人不见了，墙上有个机关隐藏门，他顺着隐藏门一直往下走。罗蒂以前听爷爷说过，这座城堡有个隐藏的洞，看来那并不只是传说，这地底下的空间错综复杂，还有各种刑具，味道十分难闻。罗蒂推测这里应该是以前的地牢。这时他身后的门突然被人关上了。几天后，哆啦 A 梦从报纸上看见一篇报道，说古堡年轻的主人失踪了。报道上附着的照片正是罗蒂，而失踪时间就是他们从城堡回来的那天。报道称，当地警方找遍了整座古堡，也没发现踪迹。大雄和哆啦 A 梦觉得这事很可疑，他怀疑是那个铠甲人干的。两人打算立即出发，要去救罗蒂。但当他们把手放在任意门上，就又开始害怕，万一那玩意儿真是幽灵可怎么办？这时静香来了，他也是看见了罗蒂的新闻，觉得很担心。大雄发现自己忘记把钥匙还给罗蒂了，果然还是要去一趟。静香为了驱散幽灵，已经做了一手准备。大佛珠、辟邪符虽然用不上，另一边罗叔正在到处挖掘着，他碎碎念说祖先的财宝果然只是传说。大雄他们过来后，他赶紧躲了起来。小伙伴们发现了，这城堡到处都是洞，是幽灵挖的吗？哆啦 A 梦觉得是某人要找某样东西。正当他们低头沉思会是谁干的时候，铠甲人突然出现，挥剑就要砍过来，孩子们吓得四散逃开。哆啦 A 梦躲在罐子里，静香躲在桌子底下，大雄躲在了楼梯转角处。另一边，胖虎和小夫看见了报纸和静香留下的驱邪道具，他们也决定要去城堡帮忙。哆啦 A 梦因为太远被卡在罐子里出不来了，他灵机一动，干脆将错就错，把脚伸进去顶着个罐子走路。大雄被会走路的罐子吓个半死，连连往后退。他跌进了洞里，洞塌了，他又继续往下滚落。胖虎和小夫也找到了那个全是铠甲房间。哆啦 A 梦想到了对抗幽灵的方法，小夫透过窗户看见了被困在罐子里的哆啦 A 梦，他吓得紧紧抱住胖虎的头，两人不小心把铠甲全都弄倒了。铠甲人过来查看，胖虎和小夫慌忙把铠甲歪七扭八的拼回去，幸好铠甲人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胖虎和小夫决定要穿上铠甲去对付铠甲人。静香也觉得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，他试着把自己的脸弄得可怕一些，他对着窗户做鬼脸，想确认一下自己有多可怕。结果小夫又再次被静香吓懵，而静香就这样做着鬼脸跑出去了。大雄醒来后已经掉到了很深的地底，他发现了罗蒂的摩托车和被锁上的小门。大雄敲了敲门，罗蒂做出了回应，他连忙打开锁，把罗蒂救了出来。罗蒂给了大雄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大雄害羞的脸通红。另一边，铠甲人把伪装成铠甲的胖虎和小夫也抓住关了起来。铠甲人拿掉头盔，果然是罗叔。这时罗蒂的祖先出现了，罗叔吓得跪在地上，但随后他又觉得这不可能，肯定是那帮小鬼搞的恶作剧。他想攻击祖先，却被对方单手反击。祖先谴责罗叔作为他的后代竟然这样堕落，放下铲子投降吧。这时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了，罗叔被吓得到处乱窜，之后躲进了关胖虎的房间里。原来这个祖先是哆啦 A 梦坐时光机去500年前带回来的。祖先看到坚强的罗蒂很欣慰，他转动喷泉旁边的雕像，原来他真的给后代留下了宝藏。随着喷泉涌出，泉眼里喷出了许多金币，而罗叔其实是被恶灵附身了，因为罗蒂从10岁时就是叔叔在抚养他，他相信叔叔是个温柔的人。祖先相信罗蒂有能力光宗耀祖。最后大雄把钥匙还给了罗蒂，这次奇妙的冒险就这样结束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觉得城堡里有幽灵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